在皮车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文学小组10年了，是一群北京的比较底层的这种劳动者吧，像月嫂啊，像家政工啊，像这些建筑工人啊、电焊工啊、泥瓦工啊，一边比较艰辛的生活吧，一边这个还追寻文学的梦想啊。我在北京的坐标不是国贸，反而就是皮村，哪怕外人看来它是脏乱差的。我是17年3月份来北京的，知道了这个文学小组，然后我就跟着来听。像我一般写东西都会，大多数时间都是休息的时候，或者都是晚上孩子睡着了，工作做完了。这个医生就说有转移哈，这个有可能活几个月。治疗的时候开始有意识的喜欢文学，它让你没那么痛苦。我是跟他们交往有7年的时间了。我有一段时间在北京，我很孤独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是到皮村来。我跟他们本身也是一个人，家里也都是那个农村出来的北漂，我也没有社保，我也没有房子，我也没有车子。到了2022年的时候，就是开始想到就是写一本书，我的皮村兄妹，把这些人做一个群像写出来。就是这些人他本身有天赋，看了很多书，他这个写些东西呢，他还比那些什么县作协的、省作协的作家还有意思多了，就是去感受车间窗外四季的风，让自己机械身体内那骨骼深处工业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复活。我可能换了40-50份工作，但是都没有一份能够让我看到明天的。2015年的冬天下了雪，凌晨4点钟下班，加班乌泱乌泱的几千人打工，那个时候也12年了，也都很迷茫很痛苦。就是如果是我没有到这边的话，可能我现在还在工厂还继续愤怒，可能就已经疯掉了。却都在喧闹街。文学小组搞活动的时候，我都是最活跃的一个。工作做完了，就在手机上写一些东西，睡不着了爬起来就会画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觉得做保姆就好像是低人一等，文学把我这个心就变得就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。这个李文丽，她这个有一次在一个雇主家里，就当场就休克。过于卑微的人生，重复性的劳动当中，好像是带来一些价值感的地方。多数人就是手机上敲字啊，生活就对他们沉重的打击，他们还没有放下。我老公他身体也不好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只要到皮村去听课，他就要骂人，家里只靠我一个人挣钱，不管我怎么样挣钱，我一直就是保持阅读的习惯，就喜欢读超过100年的书，赵树理这一类的作家的书。日本的一般就他们那个芥川也好，太宰治、茅盾文学奖都看过的。在客户家里，我们是不可能说话的，也没人喜欢听。人活着其实都有表达的欲望。他们也慢慢的就是向外面开始出版一些作品。就2017年，就是我是范雨素就火了。他们有些作品呢，就是也在外面的杂志上发表，北京文学8成上就发了。他们有一些作品呢翻译成这个外文了，但现实中呢，就是很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像范雨素还是会需要一个钟点工的维持他的日常生活。如果他把这个梦做得太认真的话，可能还对生活有影响。比如有一个研究庄子的人，他就一直研究到后来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。还有一个文学青年写了1000多万字，但是老是这个发不出来。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，只是说这乌托邦往往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乌托邦。他这个皮特上有一群人，有没有下一个10年是很难讲的，所以明年他可能这个地方就要拆了。这2棵杏树所在的位置，以前是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，对面还有烟教室，是这个文学小组最早开始的地方。第一次给他们上课就在那边，这个在这上了7年课，现在也拆成这个一个停车场了啊，消失了啊。这个乌托邦至少已经持续10年了。如果这个种子它能够就在人心中有一个东西。没有这儿呢，那还有别的一些基层文献，那这个劳动者文学这个趋势是不可扭转的，希望它一直能够存在，至少眼下还能把这个梦做下去。我就是胡小孩，再小的海也是海，晚风吹过窗台，我心依旧澎湃。我就是胡小孩。
再小的海也是海，四周迷雾重重，身上落满尘埃。落满尘